2014年春天，一幅绘制于公元1790年的9米山水长卷展现在眼前。在这幅长卷中，中国大运河沿线的水利情形第一次被完整的描绘。泉源、引水、堰坝、船闸，记录了运河水利在盛清时期的真实面貌，为人们探寻已经消失的遗迹提供了形象生动的历史依据。绵延千里的运河从江南一路上行到北方，我们的先民究竟是如何克服重重险阻，在看似不可能的地方巧夺天工，实现航道的流畅贯通？以邗沟为起点，大运河从扬州向北方的开凿，在到达淮安以后，就变得困难重重了。由于淮安以北地区年平均降雨量只有南方的6-7成，缺水的自然河流便难以供给运河水源，水源成为了运河贯通的首要问题。为通州到北京的运河寻找水源地，成为工程成败的关键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每天早上，王师傅起来的头一件事就是烧开水泡茶。老北京人爱喝的花茶，一贯是得用滚开的水沏出来的。60年的老习惯，如果缺这口茶，一天心里都不舒坦。供水一直是北京城的难题。有这样一个说法：北京市民日常饮用的3杯水中，就有2杯是通过精密引水渠输送。2014年2月，北京市昌平区境内的精密引水渠因为修建地铁，正在进行节流改造。这段延伸至昆明湖的引水渠道，在实地勘察与精密仪器测绘下，确定了一条如月牙状的弧形施工线。然而，当工程人员着手设计引水路线时，却意外发现，早在700年前，此地就曾经有一条引水渠为北京城提供了水源，而且和精密引水渠路线几乎是重合的，这让所有参加施工的工程师们惊叹不已。当时的北京城还叫做元大都，是元朝选定的国都。元朝政府先后开凿了3段河道，修筑成以大都为终点，南下直达杭州的南北纵向大运河，这就是京杭大运河。但就在大运河修到通州之后，看似离京城只差1步之遥，却因为没有合适的水源，迟迟无法贯通。大批从南方运来的货物只好在通州上岸，再转由陆路运输。这不仅仅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，而且效率远远赶不上水路运输的方便快捷。为此，北京城的码头绝不能止步于通州，最后的20公里水路必须打通。这关键的最后20公里水路，就是后来的通惠河。而全负责此项工程的，正是当时的都水监元代最为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。
于是，在北京周边地区寻找水源，就成为郭守敬的当务之急。从通州穿过北京城，再向北走约44公里，是昌平龙山的白福泉遗址。白福泉水质清澈，流量稳定。一经发现，郭守敬立即确定这里为通惠河水源。然而，通州至北京20公里陆路尚且艰难，郭守敬为何不在附近寻找源泉，却要跑到44公里外开凿引水渠呢？原来，北京地形西北高，东南低，白福泉正好位于北京城北面的高点，可以自流向东南面的北京城和通州。你要修一个渠道引水，最好的方案就是用水自己流，水从高处往低处流。所以这个流呢，一个是要保证流向，但是又不能太陡了，流太急了有一些。水利工程师蔡帆从1987年就开始了对北京运河以及郭守敬引水路线的研究。是一张当年郭守敬通过白福瓮山河引水到昆明湖，当时的瓮山泊路线。这个地方是昌平东南15里的白福泉，从这个地方修了个渠道一直到瓮山泊，62里的路程，再往下一直就是供给大都城和京杭运河用水。从白福泉到昆明湖仅有2米高差，却相距数十公里。面对高低起伏的地形，如何确定一条呈递降趋势的引水路线？郭守敬需要精确的测量与调查。由此，他想到一个重要的概念，设定一个测量高度的基准点——零点。以海平面为零点，测量物体的绝对高度，这就是海拔的概念。郭守敬首先从海拔53米处的白福泉修一条弯曲的渠道，连接海拔51米的昆明湖，再从这里自流到海拔48.8米的北京城和27米的通州，接入运河。为什么不能走直线距离呢？原因就是在直线距离上有2条自然河流，地势已低于北京城。如果水到了这里，将汇入河流，永远不会流向北京城了。只有相对高程是不行的，所以他就想起了就是用海平面作为基准面，来相比汴京大都和各个点的高程的差是多少？这个差呢，就是绝对差。在郭守敬之前的时代，中国人只有相对高度的概念，但是当远距离比较时，常常出现计算误差。然而，郭守敬对于这个零的确定，是以海平面为零点，测出每一处地点的绝对高度是非常准确的。这个概念的提出，早于西方海拔理论的提出500年。让我们重新把目光聚焦在这幅古地图上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运河上的这些引水工程。很难想象，承载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大运河，在很多景观捷要之处，就是凭借了当时工程师们独到的眼光和智慧的思考，最终将千泉汇成万水，实现全线贯通。只是，这种引水方式在山东境内并不奏效。千里大运河的贯通遇到了新的致命障碍。1289年
元世祖忽必烈要求郭守敬开通会通河，这就是京杭大运河贯通最为关键的会通河山东段运河。这段运河工程的难点在于，山东境内连绵的丘陵高地挡住了运河北上的去路。令人棘手的麻烦是，假如要绕过这些丘陵地带，沿途找不到合适的水源供给。而更重要的是，这样做也违背了忽必烈的决心，开凿一条最为快捷省力、直通首都的运河水路。身为水利专家的郭守敬但在波澜起伏的元代，会通河却总是时断时续，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贯通。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？公元1411年，明代永乐9年，运河遇到了解开谜题的人，正是他缔造了运河上最杰出的水利工程——南望水利枢纽。史书称这位民间水利专家为汶上老人白英。他的治水之策史料记载只有84个字，首句即是“南望者，南北之水脊也”。水脊，运河的最高点。原来，会通河穿越的真正高点在海拔39米的南望，而不是另一个功能排水依旧在发挥着重要作用。每当夏季汛期来临，汶河通过的洪峰流量可以达到每秒1050立方，但是经过戴村坝的洪水并不会冲入运河破坏河道，而是流回原来的汶河故道。这其中的奥妙就在于戴村坝是由3段不同高度的坝体组成的，南边滚水坝最低，高度与运河水量安全界限相平。汶河水位上涨后，多余的水会从坝顶漫过，流回汶河故道。北面玲珑坝比南面仅高出0.1米，中间乱石坝
又高出0.3米。经水利部门测量，通过3段坝体分级漫水，无论水位如何变化，始终保证了进入运河的合适水量。供水和排水的有效统一，仅仅通过调节坝体高度和宽度就可以完成。这种设计在没有精密测绘仪器的年代是十分惊人的。岱村坝屹立100年，不仅源于设计的巧妙，还归功于其内部结构的稳固。通过现代模型的解构，我们可以看出，这473米长的主坝体底部用梅花桩做基，夯实3合土后，再镶砌100万斤的巨大条石，石与石之间用铁扣相连，再灌注一种类似现代水泥的物质，将大坝紧紧锁为一体。这种类似水泥的物质是一种听上去很神奇的材料——3合混凝土。1958年夏天，距德州西南约12公里处的四女寺，出土了一座清代滚水坝遗址。当年还是孩童的王和平，曾经就在工地上捡到了宝贝。我是在1958年呢，我放学以后啊，上工地上玩耍，几个长者在那坐着，他们说这就3合混凝土。石灰、桐油、糯米汁，将这些看似毫无关系的物质混合搅拌，再凝固成型。糯米汁、桐油的加入可以增加凝固后的粘合度和韧性，而石灰在胶质物质的帮助下具有极大的抗压强度，据说凝固后和花岗岩一样坚硬。这种技术在很早的时候就用于堤坝、石桥等运河水利工程的修建。从运河上第一座水利工程的修筑开始，中国特色的混凝土技术已经令西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望尘莫及。邗沟的北端是一个叫做河下的古镇。倘若追溯它的年纪，应该有整整2500岁了。它与中国大运河同龄。河下的古莫口曾经是邗沟与淮河交汇之处。淮河水低，运河水高，所以在莫口筑有北神堰，往来舟船必须通过北神堰才能通行。作为人工河道，运河由于没有像长江、黄河般的源头，通过人工补给的水量是有限的。在河下的古莫口，运河与淮河交汇处相当于运河上的一处缺口。如果没有阻挡，运河水会源源不断地进入地势较低的淮河，直至断流。所以，人们用一种分段筑坝的方式堵住缺口，将水逐段保留在运河中。这种拦河坝式建筑也称为堰带。保存足够的水是为了保证通航。在今天江浙一带，我们常常看到用堰带命名的乡镇、村落、河段。可以想象的是，在古时，堰带这样的工程在江南是多么普遍。这些遗留下来的地名透露给今天的人们，在水运作为重要交通手段的地区，堰带曾经是保驾护航必不可少的水利设施。但河道里的水足够行船了，那船又该如何翻越这些堰带呢？这是现代游乐园里的海盗船。当年船只通过运河堰带时，比之更为刺激，而且伴随着的
是真正的危险。1793年到访中国的英国马格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，用日记和速写留下了生动的过带记录。首先是盘坝的艰难，100人的力量才能拖动一个大船。民夫背着绳子转动绞盘，将平底船拖上雁带斜坡，过了制高点，船在自重作用下滑入另一侧河道。给这位英国使臣留下深刻印象的地点，正是这座位于浙江上虞的曹娥堰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它的使用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。从这些遗留下来的钢筋混凝土中，已经看不出往昔人力过带的痕迹。但正是由于这种不便和危险，中国人再一次利用水的规律，催生了一项更为便捷的发明——单闸。单闸，现代船闸的雏形。打开闸门之后，船只可以轻易通过。但是在缺水的河段，单扇闸门一旦打开，会在瞬间流失大量的水。如果两侧水位落差大，打开闸门还会造成湍急的水流。由单闸向复闸的进化，可以形成一个水位稳定的封闭闸室。第一扇门开启放水，水位持平后，船只进入闸室。闸门关闭，第二扇门开启，水位再次持平，船只就可以稳稳当当地进入另一侧的河道，同时将走泄的水量控制在最低。法国1681年，连接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法国南运河开凿成功，高卢人的梦想实现了。最初，法国国王的船队沿着运河航行时，曾经穿过了9个船闸。今天的卡尔卡松船闸仍然保持了建成原貌。借助卡尔卡松船闸，今天的人们或许可以推测出，中国北宋帝国船队通过运河上第一座复闸式的情景。为了确保运河的通航，中国人为了运河设计了各种水利设施，它们的成立源于对自然规律的顺应和依赖。但是，在水资源或地形不具备水运条件之处，又必须克服自然因素，重建非自然力营造的水系。这种地方往往演变发展成为各种水利设施高度集中重叠的枢纽地区。2003年的中国淮安诞生了一个新的工程奇观。由空中望去，京杭大运河与淮河形如一个巨大的十字。这里是亚洲规模最大的上槽下洞的水上立交。运输船队从上行的运河穿越，淮河从下方隧道中静静流过。在现代工程技术的支撑下，一切都变得简单了。沿运河往西北去30公里，有一个被称为青口的地方。100年前，这里曾经是运河上水利工程设施最为复杂和密集的枢纽地区。自宋代初期，黄河改道青口，再到1855年，黄河再次北徙离开，共7个多世纪里，青口一直是运河、淮河、黄河3河交汇的中心。
打开清康熙到咸丰年间青口地区的舆图，可以看见，仅在180年间，这片大约40平方公里地区修筑的水利工程不断叠加，以致到最末一张舆图上，堤、坝、闸、堰已经交错密布，令人眼花缭乱。古人曾经形象地比喻，黄河水里60%都是沙子。黄河泥沙不断垫高青口，倒灌进运河和淮河，造成河道堵塞，难以通航。直到明朝万历年，瓷片碎瓦足以证明当时水运枢纽的繁荣光景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还可以从图中清晰分辨出一处重要施工堤防，今天在它的原址出土了。施工啊，它只是一部分，现在发掘出来也就是2.2米高一点。根据我们08年在南边发掘的一段经验，它是高度6.6米高，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下面它的条石不止这个我们看到的3层，它下面还有10到12层条石，条石下面是木桩，所以如果把它全部揭示出来的话，还是非常壮观的。我看。中国大运河堪称世界上工程最复杂、付出人力物力最多的运河。据统计，仅在青口地区，像天妃坝这样的水利工程遗迹还有122处。那是智慧与创造精神的彰显。大运河在这里完成了自然系统人工化的改造，但顺应时势的变化，才是大运河不变的常态。小马来宁波水文站工作已经是第7个年头了。每天清晨，从收集水位、水量数据，实时观测水情变化，再进行数据的分析处理，组成了他每一天的工作内容。古人每当遇到洪水的时候，他就会在那个水流上画一条线，来记录当时的水位情况。我们在那个河道中有几个水尺，每天记录水尺上的读数和它的高层相加，得到当天的水位。这是每天早上8点钟必须做的事情。800年前，宁波城里的人为了能够及时得知城外4乡的水情，创造了中国最早的水文观测站。传说，创造水泽碑的官员首先在石碑上刻画下历史上的洪水水位，代表放水，再画出历史低水位，代表蓄水，最后将安全水位线画于中间。得意之余，又在3行中信手一笔，竟然就成了一个平字。只需要一个汉字“水”，
就会告诉你一切。2013年11月的一个周末，杭州拱辰桥上最是热闹的时候，人们都被一阵声响聚焦到了桥头。目光的聚焦点正是缓缓被吊出水面的一尊石雕神兽。一个空船过小孔的时候，船身没有姿态调整过来，就把这个神兽给撞下去了。还好撞到这个神兽，没有撞坏桥。拱辰桥边的石雕神兽是为了保护桥体而设计的。然而，这似龙非龙的神兽究竟是什么来历？让我们追溯运河的历史，找到最早的石雕神兽，是在北京的万宁桥。万宁桥坐落在皇城后门的中轴线上，所以人们都管它叫后门桥。据说，它从建成以来就有镇水兽相伴。我们家算是什刹海的老户，在这儿快100年了吧，已经好几代人了。因为小时候我们就经常到这个地方来玩。在什刹海一带生活的老北京都知道万宁桥镇水兽的传说。说北京城里没发过大水，全是托镇水兽的福。在悠久的中国民间传说体系中，龙生了9子，其中一个擅长水性，能降水妖，头生犄角，身披龙鳞，面如狮，尾似虎，它便是大运河畔常见的镇水兽八下。在大运河许多处桥梁、码头、堤坝、闸口，各种姿态的镇水兽成对蹲守。这些百姓信奉的镇水神兽，仅仅是迷信之物吗？万宁桥这个镇水兽呢是6个，咱们现在看到2个，桥那边还有2个，在水里边还有2个，就在这个岸的壁上。下边这2个呢只有一个头，你们看这2个呢是歪着脑袋往下看。而下边这2个呢是抬着头往上看。当这个水要高过上边这2个镇水兽的时候，那么就会发洪水了。水位低要不能低过下边这2个，在它们上下2个，比如说中间的这个水位是正好行船的水位。从祈福平安、警示水位，再到今天的保护桥体功能，八下1000年来始终守护在运河两岸，它的作用也随着中国人对运河需求的变化而变化。作为运河管理工程的一部分，冰冷冷的石头建筑就这样注入了人们当下易于理解的时尚审美情趣。很久以来，运河就成为中国水系的一部分，也自然而然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们再次聚焦这幅300年前古地图，中国人利用水的自然规律所创造的人工运输系统清晰呈现。在运河的系列工程中，它与自然江河沟通交汇，所经地区地形高低起伏，水源丰枯不一。这其中涉及的工程技术问题异常复杂，人工与自然，利用与改造，运河承载着人类无穷的智慧。为了水的流动，航线的贯通，中国人努力了上千年。